结束了。啊！怎么回事？光幕消失了。阵中阵，这是上古巨型传送阵。鬼知道这个东西会把我传送到什么绝地，必须马上走。同一时间，大晋其余3个绝地，除了银翅夜叉外，还有另外3个不知名怪物，也被巨型法阵传送而走。而造成这一切的，却是南疆某处无名小湖中的叶家。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演示法阵已经布置好了吗？法阵呢？是出错了还是根本没开？我不知道啊，二爷昨天明明检查过的，今早我也吩咐了弟子去开启啊。你看看这鬼动静，方圆几千里看得一清二楚，马上就会招来全天下的修仙者。你想让我们叶家灭族吗？二哥，先放开铃声贤侄吧，不可能事情出在他身上的，肯定另有其他缘故。你们几个马上去法阵看看。若是法阵出错，就马上调整过来；若是短时间内可以修复这些法阵，我们大不了一齐出手，将数千里离的所有修士全都斩杀了就是。大长老，不好了！我查的那个法阵被人彻底毁了，主持阵法的弟子全部人间蒸发。有内鬼！方圆100里早被清场，我们刚解开封印，演示阵法马上就被人动了手脚，看来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。自己人这不可能，在场的都是我叶家骨血，怎会干出这种通敌灭族之事？等等，都是叶家人，这可不一定吧？这里不是还有1名外星人吗？韩长老，你作何解释？住口！不要瞎猜疑。韩长老是我亲自重金请来的客卿，况且他刚才一直和七叔待在一起，哪有分身之术去破坏100里外的阵法？不错，韩道友却是一步未曾离开老夫视线。我2人刚才相谈甚欢，他的底细老夫心里有数。原来一直和七叔在一起，那是误会韩长老了，得罪。既然排除了韩长老，二哥，你去湖底阵眼查查，那几个失踪的弟子到底是谁家的？不管真凶是谁，今夜我们必须进山。这是什么？好惊人的天象！不管是什么，绝对有异宝降世。于师弟，你速回苏门报信，其他人随我先去踏平虚实。看来被传送到了某个封闭的绝地，困魔环碎了，银日夜叉跑了。传送符，这东西竟然能凭空贴在我身上，连我都躲不开，手段真是深不可及。竟是绝人退路的单向传送，符中灵力只够激发1次，看来这地方是进得来出不去了。他竟然能惊走银翅夜叉，他若动了杀人夺宝的念头，我们2人必死无疑。多谢韩兄相救，若非韩兄大显神通，我2人已遭毒手。全靠韩兄出力，切身惭愧。银珠马在里面，我这人不喜欢绕弯子，培婴丹练成后给我留2粒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只要有多出的，一定给道友留足。2位在此打坐恢复，我去探探路。以我的遁速飞了这么久，竟然还看不到头，谁会把一条通道修建得如此之长？难道又陷入了什么上古幻阵？这种级别的禁制，别说是我，就算是化神期老怪来了，靠蛮力也绝对打不破。这到底是什么神仙手笔？灵气盎然，却连一只活物都没有。这是一座死山，越是安静，越是凶险，不能乱闯。
多谢韩兄护法。韩兄出去探查过，可知我们被传送到大晋的哪里？不清楚。这山中毫无生气，神识被大幅压制，四周被一层连化神期都打不破的光幕彻底封死了。既然出不去，这里灵气充沛，父兄先将培婴丹炼制出来好了。韩兄所言极是，先炼丹。三小子，看过了，沿着台阶向上几十里，有一座牌楼，上面写着万修之门，但被极强的禁制封死了。万修之门，那就没找错。上古时期，这昆吾山上曾住着上万名高阶修士，只要跨过那道门，就是遍地秘宝的古修洞府。此地禁制极强，我们得抓紧时间，强行穿过封印裂缝，大家法力损耗严重，必须调息。师兄，倾巢而出，万一情报有误，本门可就全完了。通异宝自然不值，但前面那是昆吾山。上古第一灵山，本门找了数千年的圣地。您怎么确定？祖师堂的感灵珠亮了，他感应到了山里的飞仙石。可惜元师弟失踪多日。不等了，传令全军抢先进山，搬空秘宝，谁敢挡路，杀！开！收！大功告成，侥幸承担5枚。太好了，辛苦父兄。可惜了常师妹和袁道友，为了这丹药，竟把命丢在了阴阳空中。白仙子，你的一份收好。韩兄，你的。父兄，这是何意？说好了，我只要2粒。韩兄哪里的话？这次若无韩兄，傅某早成了一具干尸。这剩下的3粒，全凭韩兄处置。这老家伙是怕我杀人夺宝。既然父兄如此大方，韩某就不推辞了。韩兄应得的，应得的。既然丹药已成，我们这就出动，探一探这座诡异的巨山如何？怎么回事？这山里还有别人？也许是那逃走的银日夜叉在发疯。不管是谁，挡路者死！走。韩兄，不对劲，灵气如此浓郁的地方，怎么一路上连一株灵草都没看到？全都是最普通的草木。大概是这座山原来的主人，把灵草都种在更高处了吧？韩兄，既然这里是修炼圣地，不如我们就在这外围闭关修炼一段时日。父兄，你糊涂了。灵气再好，这也是一座被封印的死山。原来的主人为什么抛弃它？外面为什么有化神期都打不破的牢笼？能活着出去才是根本。想在这儿常住，那是嫌命长。去那边看看。昆吾，难道这里是传说中上古修士的万山之祖昆吾山？传闻昆吾山早就被大能带入灵界，怎么会被封印在这里？灵兽代里的屠家龙突然暴躁起来，这破石头难道是件宝贝？可是我的明清灵眼怎么什么都看不出来？既然是昆吾山，遍地都是机缘。依我看，这座石碑再是一件难得的异宝了。韩兄，这明明就是块最劣质的普通青石。嘿嘿，二位不信就算了，在下认定它是个宝，归我了。好恐怖的重量，这绝不是青石。韩兄，你看，碑被震裂了，里面有光。破！好精纯的灵力，但这绝对不是水属性灵石，好像是一块刻着碑文的金碑。这些符文绝非凡物，不能让他们细看。起！韩兄，刚才那声巨响后，上面好像隐隐传来了轰鸣声，我们是不是该上去看看？正有此意，二位，请吧。三小子，还要多久？我们在这里耗得太久了，
要不我们俩也下去帮忙？欲速则不达，破这万修之门至少还要1天1夜。山中有狮禽兽这种上古凶物，我们俩必须时刻保持巅峰法力护法。至于其他门派的人，等他们找到裂缝进来，我们早进山了。什么东西？好高明的风遁术，是银翅夜叉。若不是老夫修炼的功法对湿气极度敏感，差点被他瞒过去。这怪物灵智极高，他刚才是在观察我们的实力。昆吾山怎么全是狮禽兽和飞天狮这种绝凶之物？这就是昆吾山了，灵气确实不错啊。哪个吃饱了撑的王八蛋，竟然敢动这里的封印？万一放出底下的那个东西，是想让整个大晋跟着陪葬吗？既然知道来这里晦气，你还敢进来，我倒有些佩服你的胆量了呢。前辈，你出来了。我早出来不知多少万年了，只是当年昆吾三老布下的最后一层禁制，单凭本妃一人之力，确实撕不开，否则本妃还会等到现在。不可能，有9针伏魔大阵和2件通天灵宝镇压，这一界根本没人能挣脱。既然封印已经裂开，前辈若真脱困，早该远走高飞了。多半前辈只是强行钻出了一丝神识，想在此虚张声势，将晚辈惊退吧。你知道9针伏魔大阵和通天灵宝，难道你是昆吾三子的后人？晚辈并非他们后人，但这天下间的隐秘，晚辈恰好知道那么几件。本妃真身的确还未脱困，但也绝不会让你这个变数破坏我万载不遇的脱困良机。你就先在这里老老实实待上几个月吧。不！希望睡醒之日就是我真正脱困之时。昆吾三子，我要让你们知道封印本妃的代价。大长老，找到了，20里外的地下，有人用高明的幻阵掩盖了封印的裂缝入口。精通阵法的弟子正在全力破阵。好，注意隐蔽，破开幻阵，立刻通报，绝不能让其余宗门抢先。华师兄，每拖1天赶来的高阶修士就多几个。若是直大宗门的怪物也被惊动了，什么东西？无子同心魔，难道是阴罗宗的大长老千老魔？除了他还有谁？他真身可以附在任何一个魔子身上，除非同时秒杀无子，否则他就是不死之身。哟，这不是独圣门的花道友吗？带这么多人守在这穷乡僻壤，难道这封印底下藏着什么好东西？钱兄说笑了，我们只是就近来看看热闹。倒是钱兄身为大晋顶级魔宗的长老，怎么有空来这荒山野岭？本座只是来南疆抓个叛徒而已。怎么，花道友觉得本座来的不巧？大家快去啊！北边20里有裂缝，独圣门的人正在偷偷破阵，想独吞宝物。原来如此，本座对阵法也略懂1、2，就先下去帮贵门弟子一把了。花道友，回见。给我滚！老夫要进去。这位前辈，本门几位师叔就在附近，前辈还是……就算花天启本人在此，老夫也一定要进去的。郑道友，我门下弟子哪里得罪你了？需要你亲自出手教训。哎呀，原来是花兄，误会，全是误会。在下刚才只是和几位小友开个玩笑，哪会真的以大欺小呢？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四散真人吗？欺软怕硬的本事果然名不虚传啊！钱长老，您老人家也来了，您请，您先请。花兄，你们堵在这里是想连本座一起拦在外面吗？钱兄说笑了，我们只是怕里面有危险，想先破阵。既然钱兄想打头阵，请便，我们绝不阻拦。算你识相。我们也走。这位道友，里面神仙打架，咱们不如联手去摸鱼如何？除非你能把剩下那3个元婴散修都拉拢过来，大家互相制衡，我再考虑。一言为定，你等着。傅老头触发了上古禁制，又被传送了，攻击打不到实处，难道要困死在此处？原来是这样，好高明的藏物化形之术，不过也就是个5行幻阵罢了。
到了。破！得救了，多谢韩兄破阵，老夫真以为要被困死在里面了。父兄，你取走的那株灵草，应该是这幻阵的阵眼法器幻化的，你上当了。真的是幻象。上古修士的陷阱，防不胜防。父兄，这一次我凑巧能破阵，但下一次我可没有这种把握。两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傅某以后绝不再轻举妄动。有人赶在我们前面了，而且还发生过战斗。甚好，有人替我们在前面开路，我们省去不少麻烦。五子同心魔是阴罗宗大长老钱老魔，大晋魔道第一宗门。原来是你！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杀我宗主夫人，让本宗找得你好苦啊！阴罗宗大长老，我不仅杀了他们的人，还抢了鬼罗幡。婉儿身上的封魂咒，只有他和阴罗宗主知道解法。他虽然是元婴后期，若是傅老头他们能帮忙牵制一二，我用辟邪神雷配合人形傀儡，在这里将他强杀，也未尝不可。钱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想挑起两宗大战吗？两宗大战，没兴趣。本座只是来找这位韩小友了结一点私人恩怨。你们两个现在滚，本座绝不为难。钱道友的话深合我意，韩某久闻五子同心魔大名，今天正想领教一二。钱兄，在此山之外，你们的恩怨我不管，但在这里，我们三人必须联手探山。你若动手，就是跟我们过不去。不错，妾身绝不会让钱兄如愿。好，看在你们两宗的面子上，只要这姓韩的交出我阴罗宗遗落的宝物，本座可以暂时搁置此事。否则，今天拼着大号元气，本座也要把你们三个一起宰了。宝物？你指那面鬼罗幡？正是此物。当年本宗四长老在天南陨落而亡，此幡应该落在道友手中了吧？只要现在归还此物，本人可以暂时放你一马。放我一马？鬼罗幡我可以归还给你，但是却有个条件，不知钱兄可否愿意一听？四长老因何命丧你手？老夫没兴趣知道，但是本宗的传宗之宝，老夫一定要拿回的。这么说，钱老友根本不想听在下的条件了。讲条件？你区一个天南修士，也配和老夫谈什么条件？出了什么事情？诸位道友为何这般惊慌？钱兄果然神通惊人，竟比我们都早一步到了此地。咦，这不是九幽宗的副道友吗？这两位是？哼，这事我等还要问几位道友呢。想必外边的幻阵也是你们布下，刚才爆裂将通道堵上，也是几位的安排了。阁下吃了大亏，莫非想把气撒在傅某身上不成？我们也是被阵法困住，刚脱身。不过刚才飞进来时，三位和钱兄有些不对劲，难道傅道有什么地方得罪了钱兄？呵呵，韩长老，你说的果然没错，几座偏殿中枢都被我毁掉了。没什么，在下昔年从古书上看到过相关记载罢了。这些是什么鬼东西？好像和现在的傀儡都不太一样的。哈哈，看来叶某指名带韩长老到此，果然大有用处的。以后恐怕还多有借助之处啊。大长老太客气了，就是不说此话，韩某也会尽全力的。那只银翅夜叉老阴魂不散的跟在后边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飞天师的确有些麻烦，若是时间允许，以我和七叔能力，倒也不是不能重创，甚至灭杀此僚。但是偏偏我们时间紧张，必须争分夺秒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贸然的出手驱逐，反而可能引起他的怒火。现在只能看看能否在前方借助什么禁制，借机困死这怪物。这要如何是好？我们就是一人探寻一处地方，也根本无法都探寻一遍呐。不用紧张，这说明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昆吾山的核心之地了。分开行事肯定不行的，还是先到那边平台上看看再说。净空禁制，这里竟然布下了这种禁制！原来韩道友击杀了阴罗宗的长老，还拿走了鬼罗幡，这个过节可不好化解啊！在下只是自保而已，
若不是阴罗宗长老主动找在下麻烦，韩某怎会遭遇此事？钱兄，不管你和韩道友三人有什么矛盾，但现在可不是争斗的时机。不如我们这些人联手，先将那群人驱逐出此山，然后再各凭机缘瓜分昆吾山宝物，如何？至于你和韩道友的恩怨，出了此山再另找机会吧。联手？如今无法动手了，封魂咒解咒法诀的事情，看来只能另找机会了。我们这些人联手，即使那伙人是10大宗门中的修士，我们也可力敌的。马上走吧，可别真让这些人将宝物抢先拿走了。金石阁不用问，一定是储存材料的去所。祥云殿这个名字听起来有些虚无缥缈，估计不是静修之所，也不是什么重要之地。麒麟院则一看就是，所以得最有可能存账通天灵宝的地方只有这3处，一个是最中间直通的昆吾殿，一个是紧挨着的灵宝阁，还有一个则是靠边的镇魔塔。昆吾殿是此山最核心所在，而灵宝阁应是存放宝物之地。至于镇魔塔，则应是古修士压制妖魔的所在。通天灵宝大有可能被放在此地，毕竟上古修人习惯用宝物来压制妖魔。所说的不错，我也觉得通天灵宝应该存放在这3处之一。不过以我们的能力是无法全部兼顾的，顶多只能取其中2条路探一下。2条路？你打算选哪2条？灵宝阁和镇魔塔。这2个地方，可我觉得昆吾殿远比镇魔塔可能性更大一些。昆吾殿太过明显，2件通天灵宝不会就这样放在昆吾殿中。相比之下，用这宝物压制什么魔物可能性更大。这样吧，我们一行正好9人，你我各带3人去探灵宝阁和镇魔塔，最后再找一名遁法高相的长老往昆鱼殿走一趟。若是真有禁制并厉害的无法单独破掉，再马上回馆就是。这样一来，你我也就心中有数。好吧，就依七叔之言。那镇魔塔就由老夫去那边吧。那就将这套紫薇七星阵在此地布下吧。另外，将那群虎头蜂和2只吸血蝠也放入阵中。几位道友小心一些，查看下此地是否布下禁制。前面的那些人倒还真是大手笔，竟然携带着如此多的布阵器具。看来，即使真不是10大宗门中的修士，也是某一超大势力中人。没有禁制波动，这里竟没有被做下手脚，还真是一件意外之事。连冰焰2级阵都能布置，就算我们10大宗门也未必能做到。我倒有些好奇那些人的身份了。